我操！兄弟们，太久没接广子了，换车了哈，主打个绿色低碳哈，这方向盘，塑料的，除了喇叭不是很响，其他都挺响的。这中控啊，中控上面还非常接地气。这档位，小风扇啊也是布满了污垢，应有尽有还行啊。点个火啊！哎呀，这数字大屏还行。过来了，打钱。喂，你好，过来了。好的好的，我先出发，一会儿见哈。你看我随便等个红绿灯，一辆、两辆，就这个事儿特别恐怖。你好，就这里哈。等一下，我拍了点东西。再换个视角。好，直接跟导航过去就行了。好嘞，好嘞。谢谢啊。没事，咱们很多队友给我留言，怎么消失了？落网了？也没有落网，就接近于快退网了。我也没有去哪，还是在大湾区来回流窜，像一只鸟一样。那为什么来做货拉拉怎么不拍视频了？什么动静？第一，没那么好的素材，拍来拍去，喝来喝去，又毫无新意，我自己看都烦。你在这期间闲着得闲着，还不如找点事儿做，能搂一点是一点。又还有就是以前在没有做货拉拉的时候，我听别人讲，这个月入过万，so easy，自由，比上班会好很多。找工作的话，周期长，要么人看上我，要么就是我看不上人家，就很矛盾。再有就是我前几年过得就是有点舒服了，我连跟正常人聊天讲话我都不会了。所以说，我就找了一个让自己看起来很舒服，实际上并不舒服的这么一个活干，拍个视频啥的，然后来感受人世间的真善美。就首先我这个车是租的，租车分半年和1年，我就租了1年，因为它价格相差不多，它每月的租金是3400，再刨去我的日常开支，吃饭1天3顿饭，最低标准15块钱，然后再加上汽车的充电，我每次充电20到30之间，1天1充，这是固定支出。然后我每天跑单，我记得我第一天跑的时候特别的紧张，可能是没有接触过吧，第一天跑了3单。不会跑了170多块还是160多块，然后第二天也差不多，然后直到第3天，我想这样不对，你让他1个月过万的，照我这个跑法肯定是过不了的。然后第3天我就调整了时间，我记得我是凌晨的5、6点钟起来的，然后一直跑到晚上的凌晨2、3点钟回来，即便这样跑不到400块钱，379，我记得非常清楚。所以说能不能挣到钱，你们自己可以算一下。这个里面肯定有挣到钱的，那也是单网，但大部分挣不到钱，能挣到钱的也只是凤毛麟角。所以说这个活也就只当体验了。我干了有几天了，5、6天了，这个活我应该会干满1个月吧，因为毕竟钱都交了，能往回搂一点是一点，也只当体验一把出去视频。所以说这一行到底能不能挣到钱，我是有发言权的，也有可能只是我挣不到钱，这样讲比较客观哈。就在跑活的途中啊，我发现几个他们本身这个平台的一些问题。就当客户在下单的时候，他平台都会推送的，你接到推送的时候都会点开看的。装货距离跟那个收货距离，这上面显示很短，有可能几公里，但是你一旦接到这个单的话，你实际跑起来有可能是10几公里，甚至20几公里。你包括客户他也讲，我看你离我距离挺近的，为什么你跑过来这么久啊？所以说我觉得货拉拉这个平台，它有点两头都坑的感觉。有可能是 bug， 再有就是它有一个需要搬运的这么一个服务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你要提前跟客户去沟通，它的具体货是有多少，然后是有多大件、多沉、多重，去哪里、几楼啊，有没有电梯，提前把这个费用给讲好。大部分还是好的，都提前沟通都没问题，但就是有的一些客户啊，他提前没沟通，而平台下单的时候备注也没备注需要你搬运，然后你就慌不择路的就开过去之后我就傻脸了，然后那边就一个老太太，你说你是帮他搬还是不搬？东西少还好，万一东西多呢？那天是下雨，我货给拉过去之后呢，因为他那个实际店铺的有卸货地点那个路太窄，我的车进不去，
我只能停在马路边上，相隔差不多应该有10来米。但正值那天下大雨，你说我货到了，我给打电话，我说货到了，麻烦你出来卸货。然后他就告诉我，你们这个平台不是说可以搭把手吗？搭把手的意思就是我从车上然后帮你卸下来，仅此而已，不是说我从这个马路边帮你搬到10几米开外这么一地，而且你的货这么多，这个需要收费的。但他不同意，一直给我强调让我给他搭把手，并且是没有任何费用的，真的什么人都有。然后你不搬的话，他给你耗着，下着雨，然后而且你的车又停在马路边上，时时刻刻就被那个摄像头给拍下来，影响交通，你耗肯定耗不起的。然后好说歹说要点搬运费，而且冒着雨从马路边搬到他那个店里面去。就总体来说，给我的感受就是没白跑，还是有所收获的，让我又重新体验了一把人世间的真善美，然后让我恍惚间让我感觉我的脾气收敛了很多。要搁以前，我可能要吵架，甚至要干仗的。我当时就没有任何想要干仗啊，就尽自己最大的一个努力，就想着把这事儿给沟通好，收敛了很多。就总体下来，我认为你在这上面所花费的时间跟精力，跟你得到的不成正比。我不知道屏幕前方的你们有没有咱们工友哈，你们也可以把你们就拉活中遇到的一奇葩的事可以分享一下。而且这工种是属于高危工种，每天都在路上，我几乎每天都能在路上看到各种车祸，几乎每天都有。凭良心讲，真的挺苦的。如果你们自己叫货拉拉，需要拉活的时候，对货拉拉司机能够耐心一点，然后钱给够，能打赏的尽量打赏一点。据我了解，跑货拉拉的，特别是近几年，有蛮多都是从各种行当里面进来过渡的，有企业老板啊、个体户，还有干烘焙的，还有五金店的，这是我的一线所了解到的。没有逼到这个份上，我想他们应该不会去干这份苦差事。你看我跑这几天，膝关节疼、手疼、腚疼、头疼、眼睛疼，吃饭也不及时，忙的时候只能在车上，然后买个面包、买瓶水对付就过去了。假如说没有这个经济的压力啊，还有一个生活的压力，就开滴滴啊、货拉拉是一个非常活在当下的这么一个体验，时刻都在想到下一单是个大活，接到活的时候，你也是仅仅想到如何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，很纯粹，非常放松。就如果没有刚才我讲的以上的什么生存的压力、生活的焦虑，我还蛮愿意开这个货拉拉跑滴滴的。那个人样子好怪啊！我也看到了，他好像条狗啊。